来，李腾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话题？哎呀，老掉牙了。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节目在谈老掉牙的话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今晚的话题是老了掉牙齿，这个话题是没有谈过的 ，OK？ OK， 好，吓死我了。啊，好，所以各位观众，跟我们一起看看牙医吧。叮，糖尿病患者缺牙几率比较高吗？种植牙齿后还会蛀牙吗？缺牙一定要治疗吗？有哪些治疗选项呢？又该如何选择呢？全都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Kim 姐，你觉得老掉牙正常吗？世间万物呢总是有期限的，所以这当然是正常的。所以你是觉得掉了是不用装新的啦？看掉几颗啦，如果掉1、2颗无所谓吗？只要够用就好了嘛，还可以咀嚼就行了，对不对？你这个想法我不懂对不对了哈，还是 refer 一个专家给你好不好？好，来欢迎 Doctor 郭大医院口腔耳面外科主任林敬礼医生，也欢迎洪慧芳、陈天文，来欢迎3位，来请坐哈。你们好，你们好 ，OK。今天请来这个牙科专家，要问一下在座几位有没有人是有种牙，还是植牙，还是戴假牙？我有植牙啊，植牙 ，OK。天文哥嘞？我只有一个牙齿裂，它不是左右裂，它是前后裂。因为我从小就少很多牙齿，所以我有3个牙桥啊。我是最近有去种牙了1颗，对。那问一下医生这个是蛮常见的吗？缺失牙齿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最普遍的原因就是蛀牙。然后牙周病，有些时候呢是可能病人呢他们在咀嚼的时候咬到比较硬的东西，牙齿裂开了，不能够补救了，必须把牙齿拔掉。是牙齿裂是因为也是咀嚼咬到很硬的吗？不是，那是因为牙酸嘛，然后牙疼嘛，然后他去看了牙科医生，他把我的那个神经线拔掉了，可能就造成他牙齿比较弱。就裂掉。那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那么牙龈问题、磨牙、牙脓肿、糖尿病之类的呢，都可能会造成那个牙齿的缺失。讲到这个牙齿会裂了哈，就是说是因为吃太硬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例如呢，螃蟹的壳。那么有些病人呢，他们甚至有用牙齿咬冰块的那些习惯。对，坏习惯咬冰块。但是牙齿本身呢，其实它的那个构造呢，并不能够承受长期的这种运用。如果那个裂痕比较轻微的话，牙齿还能够补救。但是如果那个牙齿的裂痕伸延到牙髓，就是牙齿它的内部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牙齿就可能需要拔掉。糖尿病怎么会导致这个掉牙？糖尿病本身呢，它其实并不会导致那个牙齿脱落。当一个病人呢，他本身有糖尿病，而且糖尿病不受控制的话，而再加上病人本身如果有牙周病的话，那么他的牙龈发炎的程度会比常人来得更加糟糕。牙脓肿又是怎么造成的？当一个病人呢，如果他口腔卫生不好的话，牙齿它的表面可能有一层那个牙垢，就是细菌。那么牙垢如果你没有及时清理干净的话，随着时间久了的话呢，它就会慢慢形成牙结石，平时刷是刷不出来的，那个牙脓肿就会开始产生。那骨质疏松是不是也会造成缺牙？根据那个学术来讲的话呢，它没有真正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本地就是那个人口开始老化嘛，其实有很多病人他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很多时候呢，他们的主治医生可能会要求开一些保护那个病人骨头的药物。对，它主要的副作用就是，如果病人在吃了这种药之后才去拔牙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那个后遗症或者是并发症，会影响到那个骨头它的代谢，所以它的那个愈合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通常会建议病人呢，在接受这种治疗之前呢，先去检查一下牙齿。那整天听人家说磨牙，然后我的牙医也有说我磨牙，就是只有晚上才会磨牙吗？也不一定，因为磨牙这个本身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但是有些病人可能他们的平时可能工作压力很大的话，有些时候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在潜意识要么就是磨牙，不然他们就是很大力的把那个牙齿呢，就是咬合在一起，就是他们舒缓他们本身压力的一种方法。所以晚上会磨牙跟压力是有关系的。有一些病人他们其实如果你去真的是追根究底的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跟你讲最近我的生活压力很大。那我们今天一直有聊到这个老掉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也不一定。我有看过有一些病人呢，其实他们的年纪偏大，可能70多岁、80多岁，但是他们还是可能会有他整副的牙齿不一定说年纪大了牙齿一定会慢慢的脱落，不会。OK， 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大家最喜欢的迷思环节。All right， 第一个迷思，
请问缺失智齿不需要再种，真还是假？请作答，真还是假？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好，真。好，来，为什么天文哥？吃东西不需要用到智齿智齿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智慧齿是多余的。是，好对我从来都没有智慧齿，所以我从来没有拔过，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啊。 ，OK，对啊来，医生，真还是假？真。啊，恭喜答对。All right，智齿呢本身是生长在口腔比较后面的地方，而很多时候呢，那个智齿它其实都是长歪的，在那个地方保持口腔卫生都有它一定的难度，因为它在很后面嘛，所以很多时候呢，病人都会选择把那个智齿拔掉。拔掉了之后，理论上来讲不需要刻意的把智齿放回去，因为它的位置基本上就很难刷嘛，后面的空间不大。了解。来，现在第二个迷思哈。种牙后的那一颗牙是不会再蛀的，真还是假？不会蛀。对啊，应该是不会。对啦，因为种的那个牙不是真的牙吗？真，来，那也没有神经线啊。对呀，天文哥也我是这样觉得。哦，等一下，我想想，只要那颗种的那个牙齿那个假牙它破一个洞啊，还是哪里有缺口啊，细菌啊什么的，还是可以在里面生长的吗？要不要改？要改啊！改好加，请医生揭晓。好，答案是真。想太多了啦！想太多了。为什么呢？如果它有缺口呢？种植体本身还有它镶上去的牙冠呢，还是牙桥呢，基本上它并不是牙齿嘛，所以它本身呢是不会蛀也不会腐烂，它是人造的嘛。但是它其实讲的也没有完全的错啦，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那个植牙体啊，它周围如果有缝隙的话呢，食物如果卡在里面的话，可能会引发植牙体周围的牙周病。哦，就牙龈，对牙龈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第三个迷思了哈。种牙之后呢，就不会有牙周病，真还是假？医生刚才有给一个小小的 tips。不要看我们不要看我们。因为你漂亮吗？自己决定。种牙嘛，种牙的是也是 artificial 的东西嘛，对不对 OK 也是假的嘛，所以怎么会有牙周病呢？所以就不会有牙周病，就是真的喽。对啊，所以你要写真啊。真的。真的吗？真的。对。辉煌姐，不可能的，因为牙周病跟种牙是两回事来的，所以牙周病是你不照顾的话，你还是会有牙周病哦。所以跟种牙没有关系，跟你种牙没有关系的。还有看那个牙医的那个技术啊，他的牙齿如果种歪了、种的不好啦，他就容易得牙周病啦。好，来，答案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 OK， 怎么说呢？因为即使你植牙之后呢，那个植牙体呢，还有它镶上去的牙冠还是暴露在嘴巴里面。如果一个病人他们在植牙之后呢，他们没有好好的照顾口腔的卫生呢，其实病人理论上还是可能会有牙周病的情况。OK，来，问题请听清楚啊。第四个迷思：因纵向刷牙而不是横向，真还是假？假啦，真还是假？真。所以你们觉得要这样啊？对，应该要这样的。天文哥，你是怎么刷牙？可能年纪大了，那个牙齿也缝也大 ，OK，所以每次吃的东西都会有食物卡住嘛 ，OK， 每次刷牙都得这样刷。辉煌，你是纵向，上下的，因为横刷的话会弄松那些牙龈的。我上下左右前后什么到全部各个方向我都刷哦，然后有时候会转圈圈，你看厉害吗？你看我牙齿 ，OK， 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假，喂，返回一层，你是假的，对啊，因为是你对，你看我牙齿。刷牙并没有它固定的模式，因为要取决于那个你要刷的那个牙齿的表面。我可能可以用这个模型做一个示范。哦，好。如果你要刷牙齿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牙刷拿的那个角度啦，尽量往下倾斜大概15度，把那个牙龈周围的牙垢呢把它清理干净。当你选择那个牙刷的时候呢，刷毛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那些比较软的刷毛，不要刻意去选很硬的刷毛。很大力的刷的时候，它们可能会造成牙齿尤其是在牙龈这个部分的那个珐琅质，它会慢慢的磨损掉。当你去尝试喝一些比较冷的食物啊、热的食物，你就开始感觉牙齿越来越有那种酸痛的感觉。好，下一个迷思，请问吃饱就刷牙会伤害牙齿，真还是假？假啦。好，假。OK， 来，天文哥，为什么是假？吃饱我们牙齿会残留那些食物嘛，对，要么你就漱口，要么就刷牙，所以是不会影响到牙齿，应该不会影响吧？好，芳姐，吃饱是吃饱了，刷牙
就是刷牙所以是不会影响。完全是不影响 OK， 的。好而，且大多数人都吃饱就刷个牙，万一吃饱之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活动，所以你一定要把牙齿刷干净，都可以。那你现在都在反正会吃，不是脏了吗刷，？吃完再刷呀。所以你早上刷2次啊。 OK， 好，吃完我可能会漱口了，然后我会用那个 floss。 OK， 好，那我们问一下医生哈，来，到底是真还是假？答案是假。哇，答对啦。OK， 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吃饱饭刷牙呢，是对牙齿是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是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补充的是，如果喝了那个很多酸性的饮料的话，好像可能汽水之类的，有些时候呢，它会造成那个珐琅质哦，它会变成有点软化。哦所以如果你喝了之后，你就马上去刷的话，你比较容易把那个珐琅质给磨损掉。哦，所以跟你吃的食物也有比较有关关系系啦。对好，恭喜慧芳姐跟 Kim 姐都获得4分。啊，没有啦，我没有答错一题，好对啊像。 ，4分啊。 OK，很好那。天文哥3分，OK， 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哈。当然这只是个迷思啦，希望大家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哈。对，请问医生，缺牙为什么一定要治疗呢？如果是掉1-2颗无所谓吧？如果是掉1-2颗的话，如果你不要去接触治疗也是 OK， 只是说一个病人没有了这些牙齿之后呢，他对于他咀嚼的能力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到那个营养的吸收。他们在进食方面呢，要么就是选择比较松软的食物 OK 要么的话就是他们并没有把食物咀嚼好就开始吞进去，导致消化不良的那些征兆了。那会不会营养就是没办法吸收，就是蛋白质吸收不够，也有肌少症也？是有可能，这些对病人呢，他本身的那个身体健康都会有一定的那个影响。哎，那会不会影响到你说话？因为有些人说缺在门牙就会讲话漏风。对，有些病人他的门牙缺失之后，有些他们呢可能亲戚们会讲哦，你讲话的时候会漏风啊，那个发音不准啊，通常他们都会选择去补回去，因为除了发音之外，也是那个外观嘛，也是很重要嘛，是对不对？那那当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正在面对缺牙的问题哦，一定要锁定我们节目，因为你的广告回来，医生会告诉你如何做正确的选择。回头见。好，那如果说有缺牙朋友要仔细听了哈，有几个选项，对不对，医生？对，如果一个病人缺失牙齿的话呢，其实它主要的选项呢包括植牙、牙桥，还有最简单的话就是做假牙。首先是那个植牙，也是种牙哈，是对怎么样呢？植牙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啦。病人呢已经缺失了一颗牙齿，对，最基本的话就是可能要拍一些 X 光啊之类的，在那个植牙的那个手术的位置周围呢，没有很重要的那些神经线啊之类的话呢，那么病人就可以其实去做这个植牙的手术。所以在做植牙手术的那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局部麻醉，或者可以选择全身麻醉。我们必须在那个牙龈做一个小切口，把那个植牙体呢植入那个牙床骨里面去，一段时间，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好长啊！让那个伤口呢慢慢愈合。时间久了，那个植牙体就会跟你本身的牙床骨结合在一对起，然后之后呢，这个牙冠呢就套上去了，然后基本上那个疗程就会结束。 OK，第二个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可以选择做牙桥，可能病人缺失了一颗牙齿，那么呢，他基本上就是借助旁边状态 OK 的牙齿来支撑一个假的牙齿。在这个邻近的牙齿可能要把它削平或者把它磨小，印了模型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套上去。这个牙桥它是全部粘死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选项是蛮常见的假牙啦，病人呢也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手术，基本上只是根据你本身的牙齿印模，然后就是把那个假牙做出来。 OK 当然做假牙的话，它本身有不同的材质，好像你们手上所拿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类似塑胶的那个材质，我们英文叫做 acrylic。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铁的那个钢架在那边，对，那个英文叫做 cobalt chromium， 骨骼假牙啦。对，它铁本身比较硬嘛，他们做这种铁的钢架的时候，它可以做的比较薄一点点。如果你拿这个跟这个比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来的薄很多，对，戴起来会可能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在戴这些假牙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对吧？。对，可能刚刚戴的时候很不舒服，那么可能要重复来回那个诊所去调整，直到那个假牙舒服了，他们才可以长期的戴下去。现在也是有那种什么3D 打印机也是有，但是它还没有非常的普及化，还没有非常的普及化，以后就会了，慢慢应该是会慢慢。那医生这3种治疗方法，它的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植牙来讲的话呢，它的优点呢是咬合感呢，在这3个方案里面是最好的。种牙价格也是最贵的，价格相对也是最贵的，它的舒适程度也是会比较理想，因为它是一个固定性的那个治疗的方案，所以你不需要时
时刻刻啊把它拿进啊拿出。但是不理想的地方呢，它是一个手术嘛，而且手术呢可能需要1、2个步骤来完成嘛，所以有些病人呢，因为手术的关系啊，或者那个费用偏高的关系，他们可能会不要选择这个治疗的方案。那么牙桥呢，它的那个费用呢是在植牙之下，它咬合的那个力道来讲的话呢，如果是跟植牙来相比的话，可能稍微逊色一点点。它本身也是一个固定的那个治疗的方案，在清理方面呢，需要下一番功夫。如果有些病人他们做了那个牙桥之后呢，他们不去理会，或者没有真正去买那个特定的牙线去把它清干净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怕那个支撑牙桥的那个牙齿日后会有问题，可能要把那个牙桥拆掉啦，可能需要做根管治疗啊，还有其他不同的那个问题。最后的那个呢，就是假牙嘛。假牙它本身的优点就是它的那个费用通常不高，只是说呢，它咬合的那个能力呢是比较逊色一点点，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嘛，所以你时不时可能需要把它拿出来啊去清洗，所以他们就是有各自的优点，所以要看那个个人的他本身的需求需要，然后去做那个决定。除了以上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考虑点呢？当然，如果病人呢他本身呢已经完全没有牙齿，或者只剩下几颗牙齿的话，那么有一些治疗方案就不在考量之内。打个比方说，如果病人只剩下1颗、2颗牙齿，当然没有办法做牙桥。如果要做植牙，并不是不可能，只是说那个手术呢就会比较复杂，因为它要修复很多颗牙齿。OK。当然，如果病人是完全没有牙齿的话呢，那么他们的选项基本上只是局限于假牙。当然，有一些病人呢，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走进诊所，他们一直听到嘛，我要做植牙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比较盛行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但是也要考量那个病人本身他的那个骨头 O 不 OK？因为如果本身的骨头的质量不好或者不足够的话，其实植牙手术如果要做的话，它的那个整个过程会变得比较繁琐，而且比较复杂，可能需要做那个补骨的手术之类的。OK。林医生，我好像听说过种牙也很有可能闹出人命的。的确有这方面的案例，但是并不是很经常发生。所以呢，在病人接受植牙手术之前呢，最好是能够确认呢，他们的那个主治医生是有接受过植牙方面的训练，会比较妥当一点点。不是每一个医生都会种牙呀？不能够这么说，因为呢，植牙手术呢是近期比较盛行的一个手术，所以呢，可能如果你本身的牙医呢，可能他们毕业的那个年代比较久远的话，没有接触到植牙手术这环节。所以呢，在现今的牙科硕士课程的在籍学生都会去学然后呢，我们在读牙科本科的时候呢，植牙手术呢也是有被纳入课程里面，但是呢细节没有教的很多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比较年轻的牙医，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通常会去上某一些植牙手术的课程啊，去增广他们的那个知识啊，还有那个经验。那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种牙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比较要注意的呢是呢，有在近期呢有一些牙医呢可能会向病人推荐就是做这个微型种植体的手术来替换缺失的牙齿。像那个图片就是微型种植体，你的意思是说上面的整排全部都是？好像牙签这样而已。所以如果你从这个 X 光来看的话呢，上面呢镶了一个很长的牙桥，鼻窦跟嘴巴是应该隔开来的。所以如果你在做植牙手术呢，把那个没有做适当的调查，然后就把那个植牙体放进去的话，就会引发鼻窦炎的这个问题。当然，在鼻窦里面呢，它也是有一些很细微的血管。如果你在做植牙手术，你没有拍好那个片子的话，你就把那个植牙体放进去，有些时候是怕在手术的过程会割到那个血管。血管一割到的话，就会开始流血嘛。在做那个手术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要止血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位病人呢，他第一呢，时不时牙龈会痛会肿，他时不时鼻子有很涩的感觉。到比较末期的时候，这位病人他另外一个投诉就是，当他尝试去喝水或者去刷牙漱口的时候，尤其太用力的话，他引入的那个水呢，从嘴巴穿进那个鼻子，他甚至会感觉到那个水从鼻孔流出来。听起来蛮恐怖的，可怕，是很可怕。然后如果说不及时治疗，会不会很严重？
这个病人呢，到最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中风因为就是他那个并发症中风，然后他好像之后也失明。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快点回去复诊。OK，所以也是有听说过一些案例，就是你种牙之后，然后就影响到你的神经线。对，如果是讲神经线的话呢，比较普遍会有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下颌骨。这张 X 光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位病人呢，在拔牙之后呢，有种植了很多的那个植牙体。那条红线呢，基本上就是在下颌骨里面神经线的位置，它的下方完全没有知觉，因为这2条神经线它提供知觉的那个位置包括嘴唇、下巴的皮肤，还有牙龈。但是最糟糕的其实不是它单单麻，它除了麻之外，它还有痛。因为神经线受到损害了之后呢，这个病人有长期的那个神经线的那个疼痛的症状。我不是做植牙手术，我是拔智慧齿的时候，我相信它割到我的那个动脉，缝回去了之后，忽然间晚上半夜，它突然间整个好像爆开了，那个血一直流不止。然后牙医来就放药在那边按住了止血，按了蛮久了，10多分钟之后止血了，还再把那个牙肉再缝回去，那药在里边。对我来讲是一个噩梦来的，噩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蛮不好的一个经验哈。是。那当然，今天利用这个医生在这边有什么关于这个补牙、缺牙这块怎么样？医生呢？刚才你所说的这些种牙、植牙手术啊 ，CPF 有的补助呢？可以，就是在本地，如果你是新加坡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的话，如果你要做植牙手术的话呢，是可以用那个保健署去扣除部分的费用。但是呢，它本身有它一定的条规啦，就是每一个手术都有它特定能够扣除的数目。在牙科方面来讲，只能够用于外科手术，智慧牙手术可以用，植牙手术 OK。但是如果你是说要做补牙啊、洗牙或者根管治疗、做假牙那些就不行，就没有，就不可以。那关于这个修复缺失牙齿啊，今天聊这么多，那最后医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基本上修复那个缺牙呢，它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呢，在接受你的那个任何治疗之前呢，你应该考虑你个人的那个健康因素啊，还有你那个费用方面啊，然后你本身想要得到的那个最理想的效果啦，然后从中呢再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牙医，再接受治疗。是，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感谢医生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哈，就了解到说哇，这个牙齿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看，你如果没有牙齿，即使眼前有很多美食啊、山珍海味，你都没有机会品尝。对啊，如果没有牙齿的话，纵然心里有千言万语啊，也会口齿不清。是，当然也是好好的爱惜我们牙齿啊，保持口腔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是，然后就可以露出自信的微笑。是，然后这边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也要谢谢林医生啊，为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医生，谢谢慧芳姐姐，还有谢谢天文。是，那医疗大小事，跟我们一起长知识，拜拜。